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个世界其他的基础教育不画石膏像，但是绝对不会把石膏像画到10年或20年，或像这位老师一样画了40、50年这样子奇怪的长度啦。OK， 12, 11, 10, 9, 8, 7, 6, 5. Hey yo, welcome to Penniverse， 这关于绘画及画家的频道，我是杨力。OK， 我们今天要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我们今天要聊如何挑画室，以及画室的正确使用方式。很多成名的艺术家、有名的人、进美术馆的人，他们都会告诉你不要去，不要去，不要去。但是对于我来说，画室到底是不是一个必要的存在？其实画室有其必要性，且听我娓娓道来。在目前我们市面上看到的画室啊，一种是完全 focus 在升学型的，而另外一种就是更专注在绘画技艺的这种磨练的。这两方都会对你的技巧上有一些微薄的帮助，但是后面那种我喜欢通称他们为大师班。首先，第一个问题，到底有没有必要去画室学画？针对这个问题我有3个答案，并且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在人不会画画的时候，去画室学画其实挺好的。第一个，绘画它始终是一个实践的东西，而当我们谈到实践呢，代表它不是一个完全靠观念可以懂，就它不是一种我出一本书，你读完文字就可以知道的事情。它很像是我们在网络上看的这些厨艺频道，它必须要煮给你看，放多少糖，放多少盐，你藉由这些看的过程当中，才知道你等一下自己操作的时候要操作成什么样子。因为你对于绘画的材料运用是没有想象的，形状怎么抓这些东西是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只有你去到那边，相当于你去到一个厨师的厨房，你才知道哦，他这个盐到底是加多少。这个里面很多时候你不知道你自己不知道什么，老师也不知道你自己不知道什么，所以等于就是两方都在一个未知的情况底下，我们借由看把这个东西给看会。就是看哦，这边有卫生纸，它卫生纸吸水，这个水分控长什么样子？素描什么时候要抹的？什么时候要出现排线？这些很内在、很隐晦的知识，只有在真正见到老师的时候看会比较方便。实践的学科，你必须要身临其境。再来第二个是什么？画室的确可以很好帮助你升学。第一个，他们辅导的案例很多。然后，其实升学这个东西啊，它本身并不指向你到底多会画画，或者是对于绘画有多少的理解。它更多的时候呢，它是一种配博，一种公式，而你就必须要去学会这个东西。而且还有大家比较不知道的事情是，台湾的画室产业其实是很严重的在影响我们的应试教育哦。这个没有大家想象中什么金权勾结啊这种很复杂的问题。台北的大型画室一下子可能就会培养200-300名学生，至少我在当学生的时候，有些画室真的是200-300个学生，当时很夸张。嘉信你知道，当时他还是要看那个 iPad， 就是他旁边有个荧幕，老师在前面画，然后这个荧幕播下来，然后学生一笔一笔跟着画。因为大家围过去是看不到老师示范的，那个人数太多了，他每年制造200-300个学生进到这个考试的市场当中，可是一个北区大概也就是1000人，所以可想而知，一家大型画廊可以让这整个样本的1/5都变成他们的风格，你就知道这个影响力有多么强大。就有点像是鱼产卵的那种战术，就是我不怕我小孩被吃，因为我产很多。那你进去，你就可以获得一样的保护色，比如我们都是鲑鱼，我们都会变成橘色的鱼卵。如果你在这个风格里面，你不小心变成一个绿色的鱼卵，你就很容易被注意，然后吃掉。尤其你那么闪闪发光的话，所以这是去画室的一个好处，在无情的广大的应试教育体系当中，你可以进行保护色，所以你不跳到画室里面，最容易获得你想要的学历。那第3个层面是什么？有同学。练武最怕没师傅没对手，没师傅是你不知道这个东西的上限是什么，然后没对手是你不知道其他练武的人对于武术的这个反应是什么。比如说老师在你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告诉你，哦，苹果应该达到这个程度，哦，素描应该达到这个程度，他很好设定一个标准，但这个标准是不是放诸四海皆准的，这个我们后面另说。但至少当时让你看到这样一个东西，让你进行了一个训练，你也可以看到同学们怎么画。所以总结上述3个原因，画室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起始阶段。那杨丽，如果画室真像你讲其实还不赖的话，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大声疾呼的告诉你不要去画室，不要相信画室，把画室描述的很邪恶呢？其实这个原因啊，多半是因为第二种画室带来的这种印象，导致于后面很多人对他极其反感，而这些大部分可能也是去过这种第二种所谓大师班画室。大师班画室跟前面那个画室是不一样的。前面的画室各位看到升学要去，可是像很多大师班哦，你一进去哦，他们都叫画室，所以各位要去区分哦。你一进去的时候，他就跟你说，我们这边我有教升学，但升学不是唯一目标，我教会你我的绘画之道，这才是你进来学习的精髓。OK， 所以你要潜心修炼，到未来出去仿佛就学会了辟邪剑谱一样，大杀四方这样子。这就是大师班的一种话语特征。这种话语特征跟前面的画室有什么差别？其实前面的画室，它很明显的告诉你我的边界在哪里，我就是告诉你怎么样去应试，怎么样考上一所学校。所以他哪怕就讲出一些比较以偏概全的话，都其实在升学的目的底下会被冲淡很多。再加上这些画室的老师啊，往往都是艺大的学生跑出来打工的，晚午下课之后跑出来打工，然后等下又要回去的那一种。所以其实他们也不会花这么多心思在洗脑你。这画室只是他打工的地方，所以它的毒性没有那么强。那真正可怕的东西就是在所谓大师班里面。因为大师班的老师讲话就没有这种边界了，他就会告诉你，我现在告诉你的东西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绘画真理。一家画室，它究竟是我们单纯讲的一般画室，还是大师班，就看他有没有宣称自己掌握那个绘画唯一标准、放诸四海皆准真理的这种态度。我讲的态度，如果他有，那他更可能是属于大师班这样的范畴。更大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没有办法去发现自己讲话的那句话其实建立在一种前提，而这个前提并不是客观，甚至也并不是符合历史脉络底下的东西，更多是符合他自己的独门绝技的这么一些话。但是当他讲出来那个瞬间，你是很难察觉的。我这边就举几个例子，大家就会看到这是有多难察觉。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应该是开在台北，然后是一个中国来的画家，我们这个学生时期都觉得他是个肖像画大师。这个书呢，就是我当时很迷恋他的时候买的。那我现在反过头来看呢，你就发现这里面的话语充满很多很奇怪的地方。比如说，他讲的俄罗斯画家尼古拉费申刚到美国时，有不少慕名求教的人士想让费申教他们画画，结果费申就竟然先教他们画苹果。学生就是不解说：“等一下，我们是要叫你教我画人像，你怎么教我画苹果？”这位大师就说：“如果你们连苹果都画不好，要怎么样去画好一个人呢？”后面这个老师自己就说：“我要说的是，如果你连石膏像都画不好，你要怎么画真人呢 ？”OK。其实这几句话，当时我也是听在耳边听烂了。我当时觉得，看着这位老师很苍老的面孔，锻炼一辈子的右手，专注的神情，我觉得他讲的这句话肯定是经验之谈，肯定是放诸四海皆准。但是其实这句话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细看呢，就会发现了。首先，石膏像画得好才能画人像这件事情，是建立在一个基本前提之下的。因为这个老师本身是苏联体系、苏联画派体系出身的，石膏像的注重，尤其是异常注重，是苏联的绘画教育底下产生出来的。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个世界其他的基础教育不画石膏像，但是绝对不会把石膏像画到10年或20年，或像这位老师一样画了40-50年这样子奇怪的长度啦。OK， 比如我们讲法国学院派的传统，在以前法国学院派石膏像恰巧是为了弥补模特儿不足，所以当时他们要求很多人是把石膏像最后画成真人的。因为比如有些动作，比如什么掷铁饼啊、什么射矛啊这种姿势，你叫模特摆起来很累，所以他们就用石膏像做好之后让你画。他在解决模特没办法站这么久，他让你脑补把这个石膏像变成一个历史英雄等等这样子的事情，才有石膏像这样子的训练。而这过程当中也不会太长，不免看一下毕卡索画那个石膏像的图。毕卡索10几岁画这个石膏像画的好不好？画的很好。可是我告诉你，如果摆在这个老师的学院里面，毕卡索绝对不算是石膏像画的非常精通的一个同学。这样对毕卡索资质不好吗？错，恰巧是毕卡索资质非常好。其实我们看毕卡索真人的油画画得很像嘛，就是那张他妹那个在祈祷那张，他真的是画得很像的。因为当时的石膏像只是为了让你了解基本形体的一个教具，它不会被刻画成一生的主题。而且啊，我们再讲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各位都知道丢勒吧，一个德国画家。丢勒当时画人像的时候，在他的就是所谓当时德国这个地区是没有这么多雕像资源的。各位不要以为在欧洲走到公园里面，走到荒野里面，随便都会踢到一个雕像。
这个是人家罗马才有的教育环境，在当时北部欧洲是做不到这件事情的。他们就会从邻里开始画，最后接到贵族的这个案件，他们这辈子画的真实的肖像会比石膏像多非常的多。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米开朗基罗，各位，他这个讲的好像是米开朗基罗在雕大卫之前，已经先看到大卫的石膏像摆在那边，然后再雕大卫，不是啊。米开朗基罗雕大卫的灵感，恰巧是从一个他很艳羡的这个年轻男子身上取下来的这么样子的感觉，所以你会发现他的灵感来源并不是石膏像。那为什么会有人说一定要石膏像弄好才能画真人？讲到底，石膏像的原型不就是真人吗？为什么不直接画真人就好？我们更不用去提他前面讲的什么费森讲的那个什么苹果啊，跟那个人像的关系。很简单，人像是肉色的，苹果是红色的。苹果你从来不会在乎画的像不像那个苹果，肖像你会在乎它画不画得像那个肖像，所以这完全是不一样的两件事情。没有什么苹果画好，然后肖像才能画好，只能说画肖像的确有苹果难一点，可是你也很有可能两个都画不好。对，这种画语其实非常多。我这边举的这些个例子都是台北很有名的画室，比如说像这个，其实这本书真的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买它啦啊，反正就是说这是一个在永和教水彩的一个大师，他这里面呢就表示说，风格这种东西不是画家刻意追求的，你自然而然的画，每天的画，风格这种东西就会自然呈现。在他看来，那种很多这种人造风格，反倒是一种虚假或者是过于浮夸的表现，是他不欣赏。但是我不知道老师你到底知不知道一件事情，立体派本身就是一个人造风格。立体派本身就是布拉克跟毕卡索两个人关在小黑屋里面，他们说我们发现现在艺术界的主要潮流就是要制造风格，所以来吧，我们开始制造吧。他们是用很短的时间交互自己的风格，杂交出一种新的风格来。你告诉我这东西不刻意吗？那请问这种风格对于你来说，你敢不敢批评它是一个很刻意矫揉造作的风格呢？其实啊，这还是回到那句话，他讲这句话是有前提的。这个老师自己本人其实是画一种带有影像感的一种水彩写生，或者是当然也可以看照片画的这样的一种东西，所以他其实这里面所有价值观都是非常古典的。的确，按他那个角度来讲，他喜欢的画家全部都是现代主义之前的，而这些人的确当时风格要求就没有要求你这么浓烈，直接的去改造它，去再创它，所以他才会讲出这种话。但是他又会觉得他讲的话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比如说他这里面讲了一些比较自相违背的话，也蛮好笑的。他讲梵谷觉得自己技术功不好，所以他一直会去临摹米勒的素描。梵谷又觉得自己技术功不好，那你们觉得自己技术功好不好？然后他说梵谷他的确就是没有那种画出精准素描这种能力，他一辈子都在暗暗的努力在做这一块。可是他又在他这本书的下一句话说，没有一个良好的素描能力或基础功，你就不会有一个很好创造风格的能力。那我就问，刚刚在他话语当中被贬为基础功不好的那个梵谷，为什么具有这么强大的风格开发能力呢？还是说，其实在这位老师的心中，他觉得他自己比梵谷强很多呢？后面这句话你可以去问他，他应该也不会承认。但是那就是这些老师他们跟世界所面临到的一些很极端的这种摩擦，但是他们选而视而不见，因为躲进画室的舒适圈会让他更为开心。水彩其实学很多啊，水彩也不只有这位老师，还有一本书，这本书是一个水彩教科书哈，它基本上教了我们很多水彩的基本知识。可是你看，它这里面教你的何止是水彩呢？比如这位老师这里面呢，他讲了一个事情。统一中有变化是艺术的最高准则。千百年来，艺术家呕心沥血、潜心研究，其目的不外乎想使自己的作品达到最高目标。一本教水彩的话，他就敢告诉你，千百年来艺术家最高目标。那我得问你这位老师，请问一下，安迪沃荷那个絹印有统一中带有变化，它有变化，变化在哪里？是每一张絹印它那个点点那个失误是不一样的吗？还是怎么样？就看那个就是统一啊，那个哪有变化？再来，你在当代艺术当中，你去跟博伊斯谈统一中带点变化，他这辈子连画都很少。请问他不会画的时候，你要怎么讨论什么叫统一，什么叫变化？一定有人说杨丽你不要强辩，你应该讲那几个人都是艺术家。如果我们讲绘画呢，很简单啊。毕卡索的立体派有很多张画根本是不统一且割裂的，就只是把它摆在那里。你要说这其中有和谐吗？我并不真这么认为耶。这种东西真的是统一中带有变化吗？还有这位老师啊，讲这个调色的技巧的时候啊，他讲啊，颜色当中啊要互相调和才会和谐。比如说天空带点草地的颜色，草地要带点天空的颜色，所有颜色要互相带，存在这种灰调子当中。那请问在这个情况底下，你要怎么欣赏马蒂斯？你要怎么欣赏这些彩度很高的绘画？各位啊，
讲完这些话，我们就会发现，我刚刚前面讲的那点，第一个，他们讲的话没有边界，就是所谓放诸四海皆准；再来就是他们讲的话都有一种前提假设。那这些话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就是他可以说很好的洗脑了你，然后让你到最后看所有作品都会用他这个观点来看。比如说我前面讲的那个素描大师，那个所谓肖像大师，当时我刚学完他的东西之后，我一出门看所有画家，我都赶快看这个画家会不会画石膏像，那个画家会不会画石膏像。你知道当时做了多无聊的事情吗？我上网 Google 很多大师，他有没有画过石膏像？真的，相信你别笑，我真的就是马蒂斯，然后石膏像。而且我发现他有画石膏像，还是用油画的哦。然后我觉得等一下他有没有经过素描啊？是不是跳街了？然后毕卡索石膏像，然后就找到那几张这样子。很好玩的事情是，当时跟这位肖像画大师学完之后，我去到了法国，我搭飞机去到法国看那个草地上的午餐，我就看那个马奈那个手啊，这个4个指缝啊，基本上是一条直线的，完全不是符合一种，而且马奈的手都画得肉肉的，不是这种有板有节的这种苏联教育下的那种手。我当时就觉得，干嘛那是没有经过这种基础功训练呢？你知道吗？就是它会影响你看很多事情，包括刚刚那个水彩老师说的，什么颜色要互相调和。哇，那我就觉得，那马蒂斯的爵士犀牛就很烂那根本就没有颜色在思考我觉得天啊，这就是小孩子画出来的东西啊，烂到不行啊。然后风格不可以人造，要自然而然。当时我到庞毕度美术馆看毕卡索的作品，我说这就是一个想成名想疯的一个人。我说这根本就是一个世俗画家。好玩是什么？那老师就喜欢讲什么深刻隽永，绘画就是要深刻隽永，跟你卖的好不好没关系。然后我当时就谈鲁本斯。我觉得鲁本斯那画根本就不深刻也不隽永，都在画一些很肤浅的这种贵太太啊、王公贵族啊，这画怎么欣赏？所以各位，你发现吗？当你学完这些东西之后，所有的艺术史的其他东西都无法再入你的法眼，你的老师讲的话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你真的看艺术史其他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强烈的矛盾。为什么我今天要跳出来做这一期？因为画师毕竟是个很庞大的利益结构，为什么要跟他对战？就是因为我在小的时候不懂事的时候，其实就受这些老师的蛊惑、煽动啊，然后我把这些老师的话都记到心里面去，拿他的话来评价这世界上其他的画画的人。我觉得自己很像什么感觉，就很像是这种不懂事的小朋友被妈妈送到，结果被那个主教啊偷摸屁股啊的那种感觉，你知道？但是这个比喻啦，简单的说，我要说的事情就是说，这些道理本身，当时看结合这些老师的这种格调、讲话的方式，你都会觉得非常的对。但是之后，它造就了我很大的这种过程，而且我称他们这留给我们的一层叫一种副基础。那大家一定会好奇，这个东西我是怎么样把它破开来的？很简单，我当时一口气上了刚刚3本书的3家画室，然后我就拿 A 画室的东西去问 B 画室，拿 B 画室的东西去问 C 画室，C 画室的东西去问 A 画室，然后你就会发现他们的话语会互相打架。再来，记得那个永和的水彩老师很喜欢安格尔，讲安格尔是这种理想美啊等等。那你就会发现他画的素描其实跟安格尔的关系非常的少，因为安格尔的素描明显不是那样画的。比如他画石膏像还喜欢打切线啊干嘛？安格尔那很多都是曲线。我有一次就真的画了一张安格尔式的东西去问他，他告诉我这是不行的。我有一次真的受不了，就问老师说：“你这么喜欢安格尔，为什么你不照安格尔的方法去画呢？”他告诉我那个是大师那个不是轻易就可以到达的一个东西，我现在还在努力研究跟追求。但是某种程度上，他从开始的时候就不是安格尔的东西，你可以顺着他的话语去反问他，这是一个解读的东西。然后还有第3个点，就是让一个局外人去看你跟你老师的话。当时我是美术班，那我当时在美术班的时候，我就把我的作品跟那个老师的示范作品都带过去，我给我的学校美术班的老师盲测，我就给他看了一张我的画。然后他说：“这不是某某某的画吗？”然后他斩钉截铁的说：“我们2个的相似度基本上属于他肉眼看不出来。”而且我必须事先声明这个老师画力不弱然后我当时惊讶的认识到一件事情，原来我一直被 PUA，说我跟老师永远插着那一个精髓的那一笔，那一笔如此神秘，如此深邃，是值得我缴10年学费把它学会的一个东西。但是你把它摆在一个同样有学画的外人面前，它其实没有什么具体差异。我觉得这个情况底下，我终于破解了，原来我之前一直在一个信息的茧房里面，而没有走出来。然后我在那一刻才开始告诉我自己，我应该去看别的东西，去学新的东西，才有后面接下来我的这些绘画发展。
其实讲到这里哦，我必须要帮大师班说句话。大师班的老师跟前面画室的老师比起来，他们真的蛮优秀的。画室的老师很多都是大学生去打工嘛，那这些大师班老师真的是穷尽一生，就琢磨他们那一点点的小功夫，但是他们琢磨的的确是有其深度的。即使他们对于艺术、对于绘画、对于创作这件事情的洞见本身是非常的薄弱的，但他们依然做了这样子的事情，所以他们绝对是非常有魅力的。那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要怎么样去跟他学呢？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些大师班的特点是，他们不停的想要重复复制自己，包括刚刚我们讲的，他们讲的话语中的前提假设，也是根据了他们的画风做的前提假设。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今天要学，我们就要很清楚的认知到，我今天要去学这家画室，我就是要学这家画室的这个风格。我不是为了去搞懂一个所谓大写的绘画长什么样子，绘画之道长什么样子，我只是要知道它的东西怎么画出来的。当你把一位其实只有技术没有思想的老师拆解他的技术的时候，你就会很快的学到他的技术。最怕的是你把他的技术跟思想混为一谈，彼此分不清楚的时候，这件事情就会让你陷入这个迷雾当中，永远走不出来。所以当你把大师班只视为一门技术去学，并且斩钉截铁的说我就是只要学这个技术的时候，恭喜你，你就掌握了大师班的运用方法。大师班就是用这种打开方式，才可以给你一个真正你需要的养分。把他们当技术学，不要把他们当做一种哲理或者是一种很高尚的东西来学。OK， 所以啊，讲到最后，无论你要不要去画室，请用一种独立思考的角度，多想想，多问问，把每个东西背后带有一个问号，多去质疑，然后反思总结，你就可以经过很多这种培训，但是不被他们 PUA 或掌控。OK， 这也是我希望看到这支影片的想要上画室的学生们可以先听到的，告诉你们怎么挑，怎么学。OK， 这也是 Panda 有关绘画以及画家频道，我是杨力，我们下次见喽，拜拜。